蓝忘机感受着唇上的温软，触感一转即逝，又看了看正坏着心眼凑到人群中去，撩而不负责的小骗子，哑然失笑，这还知道在哪里会有所顾忌。所幸韩光君也不计较什么，只是以后总得要还的不是吗？耐心与时间，他从来都是不缺的。我们怎么就到第3间墓室了？哦，当时你们醉了，非得闹着要去见偶像，瞧，临走还不忘带上几坛酒。唯一清醒的当事人魏小宪指着地上的酒坛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哼，他才不会承认，他是想把更多的酒留给自己呢。那可是蓝湛给自己准备的，他已经很大方了的。众人半信半疑，瞧了好几眼一脸无辜的魏无羡，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突然来这是被蓝忘机一道术法传送过来的。那这是藏书是吗？看起来确实如此。魏无羡点头，又暗戳戳地勾了勾蓝忘机的掌心。这么多书，一定不是留给自己的吧？可惜，韩光君很是无情地点了点头，语气轻柔：“魏婴，这里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包括他本人。”魏小宪明显感知到了其中的意思，只觉向我的掌心愈发滚烫了。身边的小仙君看他的眼神亦愈发灼热了，可饶是如此，他也不愿退缩，反是更紧地握住了小仙君的手。我也是你的。他的魏婴总能一语就让修炼多年早该平静无澜的心激起滔天波澜，能怎么办？逃是逃不开了，也早就甘愿就此沉沦了。魏婴，此生有君，吾之一大幸事也。这些藏书若是能完好无损地带出去，于考古界而言，一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。上面竟然有记载那个年代的各项事迹。没错，若是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带出去，一定可以填补不少那个年代的空白。闻言，魏无羡眼睛一亮：“带走，快带走！”其一，他是考古学专业的，这确实是天大的好事。他也衷心的希望这些可以帮助现在的人更多更好的了解那个年代。其二，他虽爱看书，可是他先前已经随手翻阅的一些《谢邀》太古板了。他这人虽在考古学偏生，他那陆子也相对于描写的刻板地正史，他更偏爱有趣的野史趣闻。韩光君，让他们带出去吧，这可是为国家做贡献啊！你的东西自然由你处置。蓝忘机颇为好笑地看着一脸欢快的魏无羡，他又怎不知他眼前的少年郎在想些什么呢？只是就这样宠着纵着，他欢喜，他也就无所愿了。咦，这有个小匣子。魏无羡一瞧有新的东西，便迫不及待地拉着人就要去凑热闹。这是韩光君的画像。天，簪花的韩光君，这我知道。你们看，这还有不少狂草写的字。众所周知，韩光君流传下来的墨宝，无论是画还是字，皆与这没什么关系。科学家边说边拿出了照片，找到了关于韩光君字画的照片，两眼发光地介绍着，而且前2个墓室都是和魏婴有关的，所以我大胆猜测，这些都是魏婴的。不过，这位夷陵老祖确实是个妙人。韩光君当时可是出了名的性子冷和古板，他竟敢画韩光君簪花的模样，看起来韩光君还收到了这画，也不知是少年心性一高人胆大，还是知晓蓝忘机对他有些特殊。说到这，科学家可就来劲了，他也是一位考古专业的学生，他研究玄正历史许久了，早就磕这2人的 CP 了，现在他的 CP 一定是真的啊呀呀呀！魏无羡饶有兴致地听着，又侧目看了看一脸淡定，只是耳根微微泛红的韩光君，轻轻笑了起来，这心思昭然若揭啊，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他们1000年前的关系。可是这样的小仙君更有烟火气了，他更喜欢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本以为小仙君是高高在上于神坛之中，不曾想这位小仙君早已陪他于滚滚红尘当中。蓝湛，你这个人呐！再次看着蓝忘机手一挥，墓室的门随之而开。魏无羡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甚至有空调侃2句：“韩光君这是迫不及待让我看看下一间墓室吗？”韩光君对此并无异议。不曾想入墓竟仍是满室的书籍。众人清点书籍时，竟发现其中半数皆是讲述厨艺方面的。一时间众人面色古怪，自他们进入墓室以来，这位韩光君的形象似乎一直在变。
这些东西。就连魏无羡也有些惊愕，不由得看向了身旁的小仙君。小仙君这何止是下了神坛，烟火气都尽数沾染了吧？当时你并不喜姑苏的吃食。闻言，魏无羡心中悸动不已，他没有忘记君子远庖厨，蓝湛啊蓝湛，你到底做了多少旁人觉得惊世骇俗的事？史书记载，韩光君景行韩光，逢乱必出，端的是君子之风，可私底下为魏婴藏酒，习刻画，学下厨，桩桩件件都是因他，这样的人谁能不爱？魏无羡紧牵着蓝忘机的手，从书架前一步一步走过，其他人皆忙着整理资料，一时间也无人发现魏无羡手上奇怪的动作。忽而他瞧见了书架上的一个匣子，不由得哑然失笑，歪了歪头，凑到蓝忘机耳畔，欢快不已。韩光君，你就这么喜欢用小匣子装东西吗？